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国服的杭州线下聚会，那官方也是释出了新统帅的技能消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新的统帅有怎样的技能设计。那这边可以很遗憾的告诉在等待正式伤害的玩家，这一次没有正式伤害了，也就是说珍珠已经变成孤儿了，并且也是跟之前所猜测的一样，这一次新的统帅就是嬴政秦始皇。那我在前面说没有推出新的真实伤害统帅了嘛，就变成说他的技能是工兵通用技能，所以最终官方还是妥协了，让技能伤害停留在工兵统帅上面。这一技能方面有一点特别，尤其是他的主动技能啊，在以往的统帅通常主动技能是有伤害的，除了一些比较早期的统帅之外，那这边秦始皇他的技能描述是单体，需要1000点的怒气，获得持续10秒的千古一地效果，基础攻击触发烈甲秦弩效果造成直接伤害后，会对圆形范围内最多5支敌方部队造成相当于该次直接伤害量的60%的一次直接伤害，不包含目标部队。每增加1支敌方部队，每支敌方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15%。这个伤害的百分比也是会随着你的技能提升慢慢增加，变成60%最多。那看到这个技能的时候，有很多玩家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个技能要配合他其他的技能一起看。我们先看一下其他技能。第二个技能就是他第一个技能有提到的，那每次基础攻击会消耗100点的怒气。如果怒气不足就不会触发，使基础攻击不再造成基础攻击伤害，转而相当于基础攻击100%伤害系数的直接伤害。下面就是基础的提升了，工兵单位行军速度提升20%，防御力提升30%，仅率领工兵单位时，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20%。那官方这个设计呢，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步兵跟骑兵呢，他们都有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了嘛，比较容易打出自己的技能，伤害也比较高，尤其是打白字的时候，所以官方他就把原本工兵他必须要释放技能之后才会有直接伤害的效果，转为你打基础攻击的时候，只要你消耗怒气，就可以把你那个攻击变成直接伤害。直接伤害就是技能伤害，多数的工兵统帅都是有技能伤害提升的，但是由于在之前他们没有办法释放主动技能，就变成说他这个提升等于没有提升了。那秦始皇他这个技能设计出来之后，他们就可以针对于他这个技能，也就是每次基础攻击提升了。但这边就会变成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他说每次基础攻击会消耗100点的怒气，也就等于说现在的工兵怒气需求就会需要更多。这个问题其实搭配诸葛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诸葛亮的觉醒技能就是你打到敌方部队之后就会恢复怒气，或者是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统帅可以快速的恢复怒气，那对于你的饰品搭配呢就会更加有需求啦。就比方说你必须要搭配号角、战鼓，然后需要携带一些统帅是有帮你恢复怒气的，就比方说威廉、图拉真、贞德等等。那因为这个秦始皇呢，他本身的技能还是属于单体的，所以官方提升了20%的行军速度给他，这样也不至于你用秦始皇搭配诸葛亮的时候速度会比较慢一点。至于他这边的防御力提升还蛮高的，生命值提升也有20%，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啦。那其实这个速度不算特别快了，以诸葛亮他完全没有速度提升来讲的话，这个速度还是会稍微慢一点啦，如果搭配在一起。那么他这个第二技能就要配合第一个技能来看的。那他这个千古一滴效果呢，就是通过主动技能来触发，就是说秦始皇的主动技能是没有伤害的，它是提升了第二个技能的伤害。像他这边说的，会对圆形范围内最多5个敌方部队造成相当于该次伤害量的60%的一次直接伤害。像他第二技能描述就是把原本的基础攻击100%变成直接伤害，那也就是说200的伤害。但是这个200的伤害也就是基础的直接伤害而已，你还没有加上可能其他的统帅啊，他有技能伤害提升，什么军器的提升之类的还没有增加。加上那些东西之后，再乘以主动技能的60%的伤害量，使用圆形范围来攻击5个目标，这样子解释大家明白了吗？但是计算要多少数值多少伤害，这个我就不会计算了，你们去找专业的。第三个技能，在野外时进入战斗时获得持续8秒的千古一地效果，该效果离开自己的城市10秒后，每60秒最多触发一次。就是说他不需要等到你的怒气满了之后才会触发他的主动技能。毕竟我们也看了第二个技能的描述啊，它是把原本的基础攻击变成直接伤害，但是会消耗你的怒气，就变成说有很大可能你的秦始皇是没有办法怒气满的，又或者是他怒气满要等比较慢的时间。所以他这个第三技能故意设计成你只要进入战斗状态的时候就会拥有他的主动技能效果，就是这个原因。
也可以改变现在工兵不如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的问题了。至少如果你是使用拉扯的情况下来打架的话，你的伤害也不会太低。但是你们也看到了，离开城市之后每60秒最多触发一次，就是说你可以拉扯，但是你不要拉扯的这么夸张啦。因为如果你拉扯的不是很好，你断掉怒气之后就不会有这个效果了，不会在你进入战斗的时候就会有千古一帝的伤害。千古一帝或烈甲擒弩造成直接伤害时，消耗20点怒气，对命中部队造成一次直接伤害，伤害系数200，并会逐渐降低，并夺取其10点的怒气，他还会去拿敌方的怒气。那上面写的逐渐降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秒内从第3次触发开始，每次触发伤害都会比上一次降低 25%， 最低降至 25%， 就是不会再降更多了。至于第2点的夺取，相信大家也比较明白啊，就是之前朗纳尔有出现过的，在持续时间内使对方属性降低，并使其自身部队获得等量的属性提升。它这个逐渐降低的效果就有点类似像亚瑟的觉醒技能。那在前面我们就有说过了，千古一帝跟烈甲擒弩都是造成伤害的，只是千古一帝是根据烈甲擒弩打出去的伤害的 60%， 再造成圆形范围5个目标的 AOE 伤害。那除了这2个可以打出伤害之外，这里第3个技能官方又额外增加了多一个伤害给他，不过伤害系数也是200啦，听起来不算很多，但是如果你一直持续触发的话，其实效果是蛮好的。这边没有限制 CD 时间，也没有限制次数，所以如果各位仔细看的话，他的技能确实是数值怪了的，就是一直不断的打出伤害。但是这个第3技能不是最终版本啊，觉醒技能才是最终版本。那在觉醒技能中可以看到上面那一排就是持续10秒的千古一帝，效果离开城市10秒后最多触发一次，那个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下面消耗20点怒气变成25点怒气，就是需要消耗更多的怒气，但是换来的就是更高的伤害，从原本200的直接伤害系数变成250，然后原本获得对方10点的怒气变成15点，这边有弥补回去了。再来最后一个技能，其实是第4个技能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觉醒技能啊，所以这个算是最后技能了。进攻野战部队时，若担任主将进入战斗时获得500点的怒气，完了，诸葛亮不能做主将了，完蛋了。因为他这个获得500点的怒气很关键啊，如果各位有仔细听我前面所讲的，就是你们可以发现到有很多秦始皇的技能都是需要消耗大量的怒气的，消耗25点啊，每次基础攻击要消耗100点之类的。那如果你不用秦始皇做主将，用诸葛亮的话就没有这个效果，少了500点的话，那其实你在一开始很难打出伤害了，所以没有办法了。所以之后秦始皇就必须要做主将啊，诸葛亮只能变成副将了可怜的诸葛亮。说到普通攻击伤害降低 10%， 这个也是针对骑兵跟步兵啦，因为他们现在打普攻伤害都比较高一点，有一些玩家还是用拱形阵的。说到直接伤害、重击伤害、连击伤害时，如果此次伤害系数不低于300，则消耗40点的怒气，怒气不够的时候就不会触发，使该次伤害降低 40%， 每秒最多触发6次，每支敌方部队每秒最多触发1次。那他这个技能其实是针对于在野战的时候、团战的时候啊，不是有一些统帅他们会有 AOE， 可能会打在秦始皇的身上，所以才会看到为什么每秒可以触发6次这么多。但是每个敌方部队1秒只能触发1次而已啦，就是至少你被打到的伤害会比较少一点，不会这么痛。但是还是有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它消耗的怒气要40点，所以你们才会看到秦始皇的技能为什么比较少限制，就是讲多少秒触发1次啊，持续多少秒，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因为你有时候要触发它这个技能也不是这么简单的，要这么多的怒气。所以秦始皇就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他想要怒气恢复得快的话，诸葛亮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的主动技能跟中武侯效果呢都可以恢复怒气，打到多个目标都可以恢复。并且我们除了考虑怒气的问题之外，还有包括他的技能伤害提升啊，那诸葛亮的技能伤害提升是比较高一点的。还有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你的饰品方面可能要选择号角或者是战鼓，又或者要携带更多 buff 的队伍了，所以之后 buff 统帅可能会复活。最后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伤害，那你们可以看到有诸葛亮跟秦始皇的伤害，出现一条龙的时候就是秦始皇的伤害，其实是很夸张的。你们看这里我们暂停画面给大家看啊，那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你们不要以为秦始皇他这边伤害很低就觉得他的伤害不是什么事情啊，你们要知道他是每次基础攻击都会变成直接伤害，
就变成这个队伍呢，它不会再打出白字了，它打的伤害永远都是红字的。那这边我们看到红字最多提升到964，那最低的话大概有100多左右啊，这边比较模糊，看得不是很清，大概150多。那虽然秦始皇它的主动技能描述是说它是单体啊，但是实际上它是 AOE 来的。所以当一般的统帅他们打出白字的时候是针对一个目标，但是秦始皇他打出白字的时候是针对5个目标，这边出来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至于红字为什么这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红字消失的比较快，所以我们画面上才看到这么多红字，不代表说它可以打更多的目标。重点是秦始皇这个技能超帅的，有一条龙诶，谁不羡慕啊？至于弓箭那个就是诸葛亮的技能啊，这个你们也比较了解，他打错伤害会比较高一点啊，就是有好几千。以上就是嬴政秦始皇的介绍啦。至于另外一个工兵统帅，我会另外做一个影片，因为这个影片有一点太长了。但我能保证的就是秦始皇肯定不会弱。但相对的，你要使用秦始皇呢，还是需要有一些配置啦，也不是说你想要用就能用的。毕竟他是千古一帝啊，官方也不敢把他的技能设计的太烂，否则会被中国玩家骂死。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有哪一些地方说漏说错的话，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